很快就会歼灭他们。大当头，黑衣舰队的锁天剑阵绝无活口，我们还要监督什么？大内密探。听说护龙山庄的大内密探身份极度神秘，不但尽得铁胆神猴真传，而且都到了中原以外的地方秘密修炼武功。可是只有他们3个人，他们能干出什么来呢？谷主现在掌管东厂与锦衣卫2大力量，还怕什么铁胆神猴？我不是怕，我是想让这3个神秘的大内密探现身。如果杀了他们，把尸首带回去给曹都督看，肯定会有大大的赏赐。何人？小人是兵部杨宇轩大人手下求见铁胆神猴，带来杨大人的口讯。杨大人昨日已在午门斩首，何来口讯？杨大人惨被东厂曹正纯所害，有遗言留下。我2日内累死了4匹快马才赶到的。神猴不见客，此事10万火急，请求通传。杨大人忠肝义胆，惨死于奸人手下，他有遗言送来，诸武士定当聆听。请这位将军见证。卑职江文泰叩见神猴。曹正纯已掌管了东厂和锦衣卫，也封了皇上的言路。本王纵是皇族，但是要见皇上一面，也是难上加难。我知道杨大人被诬陷，但要营救，但是已经太迟了。杨大人就是向皇上上了一封简书密函，被曹正纯截了下来。燕贼曹正纯就诬陷杨大人是通藩卖国，严刑拷打。当日刑场上斩首之时，其实杨大人已经气断声绝了。我不会让杨大人白死的。当今天下能与曹正纯作对的，只有护龙山庄的神猴您和您手下的大内密探。求神猴为大人报仇，这就是杨大人留下的血书。不是，不让我请你去和杨宇轩做饭。水星阵，果然不是江文泰，是曹正纯的人。预防。护龙山庄最厉害的不是武功，而是情报和谋略。各司各部，各处守军，都尉以上官员，我这里都有宗卷。曹正纯太低估我了，杨大人与我私交甚厚，我早知他一遇害，曹正纯定会找机会杀我。好你个老狐狸！杨大人的兵符是曹正纯一直想要拿的，但是他抄了杨大人的家也找不到，是因为兵符已在路上，送往边疆，给杨大人的手下周将军。哎，公主早就派人去捉拿杨宇轩的儿女了。曹贼想到的是，我铁胆神猴会想不到的。他们应该到了。已经将目标包围住，下令歼灭，一个不留。
下第一的大力士吧？您天下第一大力士的头衔在这儿已经有9年了，每年的挑战者都失败，这大家也都知道。可是今年，您要交出金牌了。谁的力气比我大？就是后边这位姑娘，她叫共工。古代的巨人，一头撞塌不了舟山。你今天倒踏出个共工。我爹在我7岁的时候被我一手举过了头顶，才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你试试，把我一手举上头顶。考核的时候我举的是6个人，可以再试一次。没本事赢他。秦爷何必这么生气呢？共工是我们天下第一庄的新成员，不过他不是天下第一大力士。他是天下第一幻术师。哎呀，果然内有玄机。
见庄主。上官公子，管事说有2个人上榜，现在只有1个，余下1人。白公子，正是这个人要挑战你天下第一君子之位。海棠正想和你商量这件事。白无暇相亲名利，这个虚名谁爱谁拿去。不行，天下第一庄选人向来很严格，还请白兄和在下到内堂商议一下。白无暇自当从命，上官公子请。请。好幻术，大家交个朋友吧。人呢？我没有杀他。死不了的。跟我喝杯酒吧。好。天下第一庄地方虽大，我也曾到过8九，还真的未曾踏足过上官公子这清幽的后院。我把这叫做知鱼兰。庄子与惠子2个的说法，我还是同意惠子的。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正好像我不是白兄，我又怎么能知道白兄在想些什么呢？上官公子真是有意思。杨宇轩大人已经遇害了，你可有耳闻？哎，忠臣义士都被曹正纯这个阉贼排挤诬害，这天下真的是正道难存了。听说你和杨大人私交甚密。上官公子如果怕天下第一庄因此受牵连，白某这就离去。这倒不用了，我天下第一庄岂是等闲之辈？而且有13000万大人鼎力支持，我想曹正纯他不敢惹我。那上官公子的意思是？我有2位朋友想和白兄聊聊天儿。这2位是大内密探天字第1号和地字第1号，有何见交？请问，这是你的笔记？像倒是像，不过这不是我的手笔。你一生发表的和没发表的书信有3288份，我们手上有2948份，每一份的笔记都和这封密函一模一样。笔记专家鉴定绝无差错。这是我们从东厂偷出来的。你跟杨大人是结拜兄弟，出卖他的也是你。饶命！饶命！给我一次机会吧！好一个天下第一君子，为了自己的名利出卖自己的结拜兄弟。知道你会怎么处置？杀！真对不起白公子，忘了告诉你，本庄主是大内密探玄字第1号。还好你手下有天下第一神偷，不然这封信真的很难到手。这封信根本就没到手，神偷已经被曹正纯杀了，是我请天下第一假冒高手写的。不过是他白无暇心虚，没有看清楚信就自己认了。这么说，该叫你天下第一老千才对。义父要我们办好事情之后回山庄见他。你们来了。义父，义父，义父，你没受伤吗？还好我没低估了曹正纯派来的人，他的碎心掌原来已经练到10足火候。让我一刀杀了曹正纯，不就了事了吗？别太自信。曹正纯练了童子功50年，刀枪不入，罩门在哪里都无人知道，连我也没有把握可以杀他。可是他越来越猖獗了，他不但掌控东厂、锦衣卫，又在朝中巧立名目，设立多司、多部、多局，他是在为自己扩充势力。他的力量很快就会掌握整个朝廷，到时候要造反就易如反掌了。义父，难道皇上一点都没有察觉吗？天涯，还是你细心。当年先皇为怕皇上年少被欺，但我丹书铁券、尚方宝剑
成立护龙山庄就是要制衡宦官势力。但是皇上比我想的要聪明得多，他不但要用我来制衡曹正纯，同时也用曹正纯制衡我。皇上要用曹正纯来制衡义父。曹正纯是太监，跋扈到极点，大不了也只能挟天子，以令诸侯。我跟他不同，我本姓朱，是皇上的叔父。万一我造反，就会威胁到皇上的地位。皇上竟然怀疑我们的忠诚，太过分了。这就是政治，他贵为天子，一定要平衡各方势力，不能让任何一方太强或者太弱，这样他的位子才能坐得安稳。这么说，我们所有人都只不过是皇上的棋子罢了。这才是为人臣者最难的地方，既要尽忠，同时又要自保，不想让自己成为皇上牺牲给对方的一颗棋子。所以义父明知道曹正纯一直在扩张势力，残害忠良，但是义父也只是被动的，见一个才救一个。我是在等他触动皇上的底线。什么是皇上的底线？只有皇上自己才知道，但只要一被碰到，皇上一定马上借我的手杀曹正纯。但如果我们触动了皇上的底线，皇上也一样会借曹正纯的手杀了我们。你讲得不错。这样做事实在太束手束脚了。政治讲究平衡和忍耐，绝对不是什么痛快的事，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等候，然后才会开花结果。就像我培养你们一样，足足花了20多年，你们才符合我大内密探的要求。我们明白义父的苦心，现在我们只能尽力多收集情报，打击曹正纯的阴谋。同时，我希望你们两个尽力去物色另外一个皇子第一号。我需要有4名大内密探才足够我调配。我在天下第一庄已经留意好久了，可是都没有结果。那只是说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。你们3个是我在4000名孤儿当中挑选出来的，前后12年，找到天涯之后，整整7年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，但我还是坚持下去，最后才找到你跟一刀。要胜利，绝不能只争朝夕，一定要能够忍耐坚持，这样成功才会属于你们。是义父。你还是喜欢躲在这儿看月亮。大哥，从小到大，只有你才了解我。小时候，你每次躲起来，都会害得护龙山庄的卫士到处找你。但是只有躲起来，只有我看到别人，别人看不到我时，我才有安全感。你还是抹不去以前那一片阴影。换作是你，你也不会的。奶娘，这些人为什么要抢东西杀人？不是人，是畜生！你也是大善人，为什么又来抢我们海家堡？记住这个人，他叫鳄鱼，他就是强盗头子。成一个死人，我把身体当作是自己的了，就是被铁钩插进肩膀，也没有叫疼。他们一直没走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是在找谣传我爹藏起来的一批金子，但是这些金子根本不存在。他们一直待了5天，这5天中，我一直在死人堆里装死，
一口水没喝过。到了第3天，尸体开始发臭、渗水，苍蝇也开始飞过来。那种可怕的苍蝇声一直在我耳边响着。我不敢动，因为我要活下去。到了第5天，来了一个人。为什么？他伤得很重，不杀他也活不了多久。我想让他听听苍蝇的声音。一直到今天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还会听到苍蝇声。义父说过，我们不必公开自己的身世。你为什么告诉我？因为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哥哥。怪不得义父送你当玄子第1号，在这种环境下能生存下来，以后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也不会再当一回事了。你呢，大哥？义父是怎么收留你的？你能告诉我吗？你遇到了什么？孩子，这是你父亲吗？那你为什么守着他的尸体？等野兽。为什么？我想亲眼看见他被野兽吃得尸骨无存。你跟他仇恨很深吗？他杀了我爹，又逼迫我娘跟了他。从7岁开始，我每天被他打了又打，骂了又骂。后来姐姐被他糟蹋了，妈妈和姐姐一起投了井。你是怎么保住这条命的？我躲在林子里，一直磨着一把刀。就等他走过你身边，一刀插进他的胸膛。你不怕在杀死他之前，自己已经饿死了吗？我没有地方可去。那你跟我走。你真是很勇敢。不错。义父。义父。我从没有在一个孩子的眼中看到这么强的杀气和孤寂感。我找了5年，先找到了天涯。从那一刻，我知道护龙山庄的大内密探有机会成功。义父，可是很少听你提起一刀的事。如果不是你们提起，我也不想说。其实一刀的身世很神秘，他也不愿意和任何人讲，所以我知道的也很少。义父，您所拥有的卷宗如此庞大，这样也查不到吗？查到了，不过只有4个字，但是已经足够了。只要义父觉得放心，我们就不会多问了。找到你们3个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。义父武功盖世，连当年自称天下第一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武三通都败在你的手上，至今还被囚禁在天牢。这义父怎么可以说没有成就呢？自己武功练得高是难，但是能有慧眼，找到能青出于蓝的弟子就更加难。义父如此看重我们，为什么不亲自教我们武功，反而让段大哥远赴扶桑学伊贺派忍术，让一刀去跟霸刀学绝情斩，还有让我跟无痕公子学琴棋书画、医术星象呢？我要的是4个各有专长、各有本领的人，而不是我的4个影子。而且我们永远也摸不清你的武功底细。如果有一天我们背叛你，你杀我们会很容易。一刀，你为什么想事情想得那么不全面？义父对我们恩重如山。中国皇帝的一句话，有一天皇上要杀我们，我想义父也绝不会留情。你说的没错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美好的东西多一些。天涯，
如果你经历了一刀学绝情斩的过程，你就不会那么想了。斩了，不必了。为什么？你来此7年，不就是想学秘技绝情斩吗？我已经领悟到了，绝情绝义、绝怜绝爱、绝亲绝友之后，就是绝天绝地、绝神绝魔。天地之间，唯有我刀。心法你可以领悟，刀法不要学吗？天地之间，唯有一刀。这一刀是令鬼哭神嚎，任何刀法都难以匹敌的。师傅，你要是什么？从那一天开始，霸道就失踪了。是一刀杀了他吗？可以这样说，是一刀杀了霸道。2年后，有人看见霸道已经变成一个小生意人，在市场上变卖水果，绝口不提武功，也永远不碰刀，连小李子的皮都是伙计代劳，每天只是陪老婆抱孩子玩。他又重新找到了情谊、恋爱、亲友，也放下了刀。现在他很快乐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像他一样把刀放下。我答应你们，那天不会远。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去找到皇子第1号。还有，明天我要去大内天牢。义父，你要去见古三通。每年3月初1，我就去见这位老朋友。好久没和你喝酒了，我带了2瓶酒来。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帮义父找到皇子第1号？有什么好心急的？义父不是说了吗？我们不能只争朝夕，只有能忍和有耐心的人，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。你终于会笑了。自从你从东瀛回来，就没见你笑过。
你笑起来还有点像小孩子呢。很多年前，也有人这么说过我。大哥，你曾经在东营住过3年，一定见过下雪了。听人说东营下雪很漂亮的，是不是还有很多樱花盛开啊？大哥，大哥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，让你想起了不开心的事？没有，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。那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。你就会全身湿透，回家就可以不用洗澡了。怀胎的老婆嘛，他同意你这样做吗？这也是他的儿子呀。老婆，我到哪儿去找他？你用心的想一想，生了儿子不就算了，除了要养之外，还要教育。如果你能好好的教育他，他还能出来偷东西吗？是不是孩子啊？啊！婆婆，他好毒啊！他经常打人。吃的时候，他吃鸡腿，让我吃鸡屁股。哎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哎呀，老兄，你还是算了吧。儿子吃了什么，由我们付算了。回家给他弄点鸡腿，他就不会出来偷东西吃了。听婆婆的，婆婆给你钱啊。你拿了钱之后啊，就可以早点回家，乖，不能再偷东西了啊。多谢婆婆。你还不快走！
那么多钱包都在我这里，那么多钱呀！哎，我这儿更多。刚才那么多娘们围着你，占了不少便宜吧？哎，最年轻的也比我妈还老的，哪有便宜可占？下次你扮傻儿子，让我来打你。哎呀，趁现在有运气，我到赌坊去赌两把啊！哎，等一等，啊，这个钱包是刚才那个婆婆赏给我的，她刚压了棉被10文钱，还给了我2。哎呀，天下可怜人多着呢。不行，我要还给她。哎呀，你真是白痴啊！我就还给她1个人，你在里面等着我。抽水费，抽水费！哎呦，你要自找麻烦，我也管不了你。我去赌坊去。我的钱没有了，我的钱没有了。我们的钱包也不见了，一定就是刚才那对父子，对，一定是他们。那8文钱是给我老头子买药的，没有那钱，我老头子就死定了。我的天哪，我怎么办啊？哎呦，我的天！钱包回来了，这哪儿来的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人一定就在附近，赶紧给我找！我发现了，我打死他！钱给我打！哎，张老三！哎，怎么了？挨揍了吧？我让你别去嘛。我良心舒服嘛。哎，怎么样？赢了输了？赢了一点点。我想啊，出去给我老婆买根凤头簪到头玩玩，怎么样？陪我一起去吧。买女人的东西，我在这儿等着你，你自己去吧。那你一定要等我回来。好，速去速回。哎，小老板。哎，我儿子在这里，你可要好好的招待。我一会儿就回来。这么晚了啊！哎，张老三呢？啊，我还要问你呢。鬼知道。啊！他输了50两银子，说出去筹钱，马上回来。他把儿子搁在这里做抵押。我不是他儿子。我放你走，我是你孙子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啊，你为什么把我放在坛子里面啊？啊，这里面多难受啊！大哥，你们要带我到什么地方去呀？我人老皮韧，屁股又臭，做肉包子的话呢又不好吃，而且我是个男的，要被卖到妓院去的话呢，也不会有人要我的，还不如把我放了吧，大哥。啊，你还是省口气吧，我们已经替你找了一个好去处，保你一生吃住不愁，而且可以相伴金枝玉叶，日夕跟美女同住一个屋檐下。哪有这样的便宜事啊？我老爸教过我便宜莫贪，还是大哥你先去好了。现在好像还轮不到你来挑吧？你就认命吧。我老实跟你讲，我这个人没什么强，就是咒人灵验的很。被我咒过的人要倒3辈子霉，断子绝孙，晚上睡觉背上痛，起身屁股痛，讨个老婆像只猪，生个孩子像只鸡。都断子绝孙了，怎么还会有孩子？老婆偷汉子生的。那像鸡像狗不关我事吧？哦，
这样老实说，如果真的生只狗的话，都挺像大哥你的。这样老实说，像只狗都不要紧，如果鸡狗加起来就是杂种了。你虽然很难看，不过我非常同情你，我可以帮你人道毁灭自己。待会儿你就知道谁同情谁了。站住！来者何人？孙公公送人来了。进去吧。老实点。喂，先生好啊，你带我去啊。喂，别晃，哎，别晃，再晃我要吐了，帮我放一下好不好？停下！别靠近啊！别靠近！我瞧瞧。不错，不错。叔叔，抬我进来的那2个人呢，不代表我的个人立场。不如你先放我回去，我明天带我的经理人来给你一个好的档期，到时候做什么都没有关系。最多的话呢，我可以给你一个5折优惠。我付了50两银子了。你现在是我的，我是孙公公啊。公公，谁是你外孙呐？我是宫里的孙公公，专管新人的。谁是新人呢？啊，管你呀，我的好孩子。我们有什么误会啊？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这么说的。你要多少钱？我出去都搞一个筹报活动来还给你啊。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这么说的。我不要做太监吗？哎呦，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这么说的。这样我讲什么都没意思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怎么了？连塞嘴巴的布都用完了吗？对不起，孙公公，确实是没有了，连你的内裤也用上了。小子，你就克服吧。来啊，先把他抬进去，让他参观参观，然后关到囚室里。是。为什么这里这么热呀？他们都是刚净了身的人，宝贝都被拿走了。这个时候一点风寒都不能受，要是受点风寒啊，神仙都救不了，都没有人生乐趣了，不死都没有用了。哎，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插根羽毛啊？羽毛插在尿管里，3天之后拔掉羽毛，要是尿得出的话就没事了，要是尿不出的话，就是神仙也救不了喽！哇！我不要插羽毛！哎，别冲动，别这么大力气，好不好？别！哎，别锁住，别锁住啊！别锁住，好不好？哎，开门呐，开门呐！别把我关在这里，快开门！谁不开门，谁就会断子绝孙，死定了！看见了！你不是要出去吗？出去啊！误会，这是误会。那叫我们来开门干什么？没，我是想吸最后一口自由的空气呀！贱人，关门也不先通知我一声，撞得我鼻子都流血了。想办法！我不要插羽毛啊！想办法！冷静，才能想到好的办法。冷静。
进。进。我现在好冷静啊，冷静的想睡觉啊，有个洞啊！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所以想冷静是没有用的，要睡觉才有用的。真是祖先保佑，我不用插羽毛了。天涯沦落人，小的出到贵境，你就放条生路吧！啊，喂，我是最怕蜘蛛的，你快点走开，好不好啊？是你把我吸到这个地方来的吧？啊？你怎么会到了天牢第9层啊？哦，这里是天牢第9层啊！我不知道，我是被人卖到宫里做太监的，跟着我就发现了一条地道，跟着我就调到这儿来了。哦，是老李挖的地道，他跟你一样被卖进宫当太监的。老李啊，他逃出去了。不，刚才就在你手里呀。你，我每天运功，从通道中吸蜘蛛、老鼠、壁虎等食物。他在地道里也被我吸进来了，跟你一样。可是他运气差，摔死了。这么我不算运气差，我还算运气好的？不，你更差。我不吃死人，只吸活人。吸血，我贫血的。不，内力。这么还好，我不会武功的。怎么，你一点武功也不会？老实说啊，如果我见到2个人走过来，我立刻掉头就走；如果1个人走过来，如果他不重的话，80斤，我可以对付他。好，7年没见过一活人，一见一看就是一个一点武功都不会的笨蛋。你在这里住了7年了，20年了。老朱他每2年都要派一个高手进来，试试我武功有没有退步。他最后这几年也就放弃了。你的内功这么厉害，你也走不出去？你往后面看看。铁什么神？文武两不全，铁胆神侯这4个字你都念不全。铁胆神侯？
当今皇叔天下武功第一的铁胆神猴。呸！天下第一不见得吧？这样又不是这样讲了。铁胆神猴是武林中打败天下无敌手，正同当年古三通也打败了，跟着关在天牢第9层，视为天下。这里不就是天牢第9层吗？啊，难道他就是古三通？啊，顾前辈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就当我是发疯了，当我什么都没有做过，什么都没有听过。我是被他打败了，输了半招，就是因为这半招。我被整整关了20年，败了半招了，可以认输，再来嘛？呸！半招是输，粉身碎骨也是输。古三通说过，输了就没有铸铁胆任意处置，我绝不因为半招而反悔。那个时候，他是凭着终生治不好的内伤，硬接我古三通的金刚不坏神功。而用他的纯阳指指点我胸口，我是输了谋略，不是输了武功。我不太明白，我武功再高，也只是个莽夫，而他是巾帼之才，懂得牺牲什么去换取什么，都不是很明白。有时候不明白也有不明白的幸福啊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你这么大的本事，这块铁牌怎么可以挡得住你呢？不是铁牌，是承诺。一个不守承诺的男人根本不算男人。你承诺了什么？见牌如见人，有铁胆神猴这4个字的地方，寸步不能进。这里是这个洞唯一的一个出口，见到这个铁牌，你就不能出去。哎，你为什么不从这儿出去呢？那是狗洞，我古三通宁可再关20年，也不要钻狗洞。而且，我出去干什么？天下人都知道我输给了朱武士，我的武功只是天下第2。天下第2也不错呀。对我来说，不是天下第1就等于死。哇，那我这天下第888888，那就是死定了。你不是？我根本就不会武功啊。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少林、峨眉、崆峒、昆仑、武当、华山、丐帮、魔教8大高手，每一个都被朱武士打败，关了进来。朱武士故意要看我的功力有没有退步，想让他们再一次打垮我，羞辱我。可是我绝不允许自己再输。结果他们每一个人都被我的气功大法把功力吸干，我一天比一天强大，而且学会了8大派的所有武功。你在这里武功再好也没有用啊。对，11年前我就想通了，老天有眼呐，今天把你送给了我。你不是要给我插羽毛？插什么羽毛？顾大侠，你是天下第2高手，就饶了我这个888888的高手吧！你放过我了。不是要害你，只是要送点东西给你。生日礼物，我生日还没有到，到时你再送给我好不好啊？现在轮不到你挑。为什么这几天人人讲的话都一样啊？祖母，救命啊！皇叔，怎么样？天香国色，唯眼神不正，恐怕有异心。皇上，出云国朝贡镇天朝多年，丽秀公主由大臣乌丸护送前来与朕完婚，应该不会造次了。乌丸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武将，听说武功极高，一把快刀不知藏身何处，刀光一闪，敌人立刻人头落地。派这样的一个人来，我们不可不防。他们已到京城了，明日必当求见。那朕要如何才不失了身份呢？臣已有良策。启奏皇上，大内密探海棠段天涯求见。
请他们进来。是。皇上，今晚我派段天涯跟海棠先去国宾馆查探。那出云国与东瀛仅一水之隔，风俗习惯极为相近。段天涯在东瀛住过几年，应该可以看得出点端倪来。段天涯，上官海棠参见皇上。天涯，出云国丽秀公主由大臣乌丸护送前来，今夜已到国宾馆。我对这2个人有怀疑，你们前去打探虚实。不过，乌丸的刀法极高，你们要小心啊。皇上放心。义父，你为什么会对这个小国公主生疑呢？出云国虽然臣服朝贡多年，但是处极寒之地，同朝廷少有来往。天涯在，这次事出突然，本王内心甚为不安呐。天涯明白，要速去速回。是。他们来了。男女永别，君子不期暗事。皇上可真有艳福啊！有这样的美女送到嘴边，还要担心她？女子的美貌有什么稀奇？最多能保持10-20年，到了50、60岁，还不是白发苍苍？不会吧？哎，大哥，你好像都没有成过亲是吗？为什么一说成亲你就走了？哦，是不是被哪家姑娘给抛弃过？啊？如果丽秀公主愿意嫁给你，你愿不愿意啊？我跟她有什么关系？随便这么一说你就不高兴了？你一定是在东瀛有过意中人吧？有过，不过她已经去世了。啊？对不起。没关系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微臣乌丸求见公主。进来吧。微臣该死，这么晚了还打扰公主就寝。听说有飞鸽传书。对吗？是。公主如果没有什么吩咐，小人先告退了。出来！深更半夜在房上偷看，有什么目的？我们出云国虽然是小国，但是公主不能让人欺负。小心他的刀。海棠，他娘的，让他们跑了！想不到他的火云刀
你现在烧得很厉害，怎么办呢？不能让体温再升上去，不然会烧坏脑子的。找天下第一神医，恐怕来不及了。不如我用义和派的放血法试试。你是个女人，生死关头也顾不得许多了。他拉破了我的衣服，还亲了我的嘴，难道我被他玷污了？真是惨，红颜薄命啊！搞什么啊！侮辱了我，还替我纹了身。这是八大门派的绝学。武功秘籍。喂，顾三通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装死啊你？我把40年功力都给你了。你讲笑啊！我身上连40分钱都没有，你将40岁的功力传给我？我没有选择，我20年前种的纯阳智伤复发，经脉逐渐硬化，活不过3天。功力不传给你，就是白白浪费了。你给我跪下！为什么跪你？你又不是我老爸。我就快要死的人了，你就算逗逗我，不行吗？这样好了，老爸，撞鬼了！我为什么叫你老爸呀？好，现在你是金刚不坏神功第9代传人，叫我一声师傅吧。金刚不坏神功？什么是金刚不坏神功啊？金刚不坏神功，一生只能用5次，每用1次，掌心就会裂过一道血痕。用到第5次，就会形成一个功字。若你再用到第6次，你就会3功身亡。所以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得轻用。我苦练了19年，才第1次变身，可是你现在就可以了。变来干什么呀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你感到腹内肚脐下有一股流动的热气吗？有。用你的意念把这股热气运用到脑子里，再散发到全身各处。哇，暖洋洋的，倒是蛮有意思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现在已经是无坚不摧，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。真的是砰砰声啊！就是这样了吧？没事了吧？我穿上衣服先走了啊！我有传人了，我有传人啦！
解啊！变身半个时辰后，功力就会自动消失。如果你要提前变回自己，只要你把力量收回到脑子里，再下降丹田降服就可以了。哎呀！哎呦！我真不相信，我可以变得这么的厉害，不是吧？这是真的。你有了这功力，好好钻研身上8大门派的武功，你就是武功天下第一。你把这些传给我，有没有条件呢？有，帮我打败老朱罗。谁呀？铁胆神猴。在你跟他交手之前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你会金刚不坏神功。然后去找一个叫素心的女人，告诉她我很爱她。素心，她是我一生的遗憾。我一生什么都敢干，可就是不敢跟她说我爱她。结果被老朱罗给抢走了，可笑啊！老前辈，老前辈，顾三通老前辈。就这样死了。老前辈，我一定替你找到你一生最爱的女人素心，告诉她你爱她。但是铁胆神猴，我就没有胆量去找她了，请你原谅我。一生只能用5次，我已经用了1次了。哎呀，真是浪费了！哎呀，浪费了！顾三通老前辈见了你要停步，我就不用管你。这样我岂不是又多变了1次？那很吃亏啊！有没有轻功？有没有轻功啊？啊，有了，有轻功，当梯云宗。练完以后就可以飞出去了。照你这样说，吴完的武功不在你之下。300招之内，我没有把握打败他。我看皇上最好还是不接见他，若非见不可，身上也要穿上金丝软甲和护心镜。我们是天朝大国，4海臣服，如果避而不见，恐成笑柄。只好由我陪皇上接见。有义父护驾，可策万全。海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啊，当晚我已用伊和派放血降温之法为他泄了热，相信休息1-2天便可无恙。那你已发现她是女儿之身？是，天涯无心之过，还请义父见谅。江湖中人不拘小节。当年我为行事方便，所以让她女扮男装。海棠她自小跟你一块长大，一向对你有好感。这次让你知道她是女孩之身，她情窦已开，处理这件事，你一定要小心。义父，天涯曾经请天下第一神算为我算过命盘。我一生坎坷，无论爱上什么女人，都不会有好的结果。天涯实在不敢再堕入情网。你怎么能相信算命的这种说法？可是我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这一点。
你对雪姬用情很深，但亡者已矣，人不能沉溺在过去，必须走出伤痛的阴影。天涯明白。小女雪姬，她专攻枪术和剑术，除了她哥哥石兵卫之外，在六圣家第2辈，武功属她最高，果然出色。我第一眼见到雪姬，心已经被她俘虏了。我以前绝不相信一见钟情，但是今天我不得不相信。东瀛礼教森严，我一直没有机会接触雪姬，直到那一天。我上山去采忍术用的毒草，雪姬小姐，龙泽先生，我听说你伊贺之武功极之怪异，一直想领教，但家父不许。到今天，我已按耐不住我的好奇心，非与之比拼不可，请您成全。刀剑无眼，在下怕误伤了小姐。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在下不敢。你再不拔剑，休怪我无情。在这儿杀了你，父亲大人也不会知道的。小姐苦苦相逼，那天涯龙泽一郎得罪你。
胜负已分，别打了。一贺忍术，果然匪夷所思。承让。刚才你自报姓名时，先讲天涯二字，你是汉人。你听错了。我们柳生家子女自幼学习汉语，怎么会听错呢？莫非你是汉人？对不起。我回去告诉父亲，他绝不会放过你。我们柳生家的武功，绝不可泄于汉人。你想怎么样？你可以选择杀我灭口啊！你不要逼我。看你的样子那么紧张，好吧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儿，我就帮你保守这个秘密。什么事？背我下山，我累了。血迹很轻，我背着他一点也不累。我们一直聊着聊着，我知道我一会儿就要放下背上的他，可是我更知道我这辈子都不能放下心里的他了。直到那一天，天上下着很大的雪。决一胜负吧。但是这一切都不关雪姬的事，求你原谅他。这是柳生家的家事。可是雪姬已经是我的妻子了。今天如果你还是柳生家的人，就站过来，否则你就跟他一起到地狱去。父亲大人，天涯已经是我的丈夫，请您饶恕女儿。好，我们的关系就如同这顶竹笠。站住！
这样对我！不要啊！历史，从此终生不娶。我也曾有过，每年我都会到天山一次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是去看一个我深爱的人。深爱的人，他已经死了20年。是去拜祭？不，他是个活死人，一个吃了天香豆蔻把生命凝结住的活死人。天香豆蔻，是相传世上只有3颗的天香豆蔻吗？当年他受了重伤，我没办法救他。可是找到一颗天香豆蔻，把他生命凝结。若我再找到第2颗，那他就可以重生。但直到现在，我都没能找到。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那为什么要告诉我？我是要告诉你，做人有情有义是好，但是身为男子汉，不能够被往事拖住后腿，更不能让自己意志消沉，一定要继续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天涯愿意效法义父。
顾前辈，我真的走了。我程世飞从小到大都没有谁对我这么好过，你又不收我的钱，将武功传授给我，啊，不如你做我干爹吧。啊，干儿子走了，我有机会再回来看你啊。